我的频道，我是Yvonne。距离我1月去 Paris 的 Winter Sale 已经过了6个月的时间了。没错，今天这支影片呢，就是要为即将到来的 Paris Summer Sale 做准备。2023年的时间是6月28号到7月25号。什么是巴黎的 Winter Sales 跟 Summer Sales 呢？就是它会发生在 Winter 跟 Summer 这两个时间。那 Winter 通常是在1月中到2月初，然后 Summer 通常是在6月底到7月底，为期大概将近1个月的时间。打折扣基本上是可以从7折开始算起。一开始可能折扣比较没有那么多，但是越到后来，剩下的商品就是打折，可能打到3折啊，甚至1折都是有可能发生的，连名牌都有可能进入折扣的。这一次在 Winter 就有遇到过 Chanel 鞋子打6折的时候，那个盛况是大排长龙，很夸张。第一次来巴黎的时候，也是刚好遇到 Winter Sales 的打折季，名牌鞋子像 Gucci 啊 Prada 的鞋子是像鞋全家福之类的卖鞋子的方法来卖的，非常的震撼。但是如果大家期望说名牌包包能够打折的话，那应该是不大可能。不过呢，还是可以掏到包包以外其他很好的东西的。今天这支影片呢，就是要针对各个不同的族群来介绍巴黎的5家百货公司跟2家 Outlet。事不宜迟 ，Let's go！ 首先呢，如果你非常的在意购物品质，英文或法文这2个语言能力都还不错的话，还蛮推荐去 Bon Marché 跟 Saint Martin 这2间百货公司。它名牌会比较多一点点，但是当然还会有其他一些比较轻奢的品牌或是一些潮牌什么的。Le Bon Marché 它有 24/7 这张卡，建议大家一去就直接去地面楼层的服务台办理这张卡。它是你消费满500欧，隔天开始就可以选择1天所有品项打9折，选择的那一天就会是你的 Benefit Day， 不过1年只有1次机会。那如果算下来的话 ，Summer Winter Sales 7折，然后再加上退税之后，等于打了88折，然后这张卡再打9折，所以非常的划算。Bon Marché的退税比较麻烦一点，没有像其他间百货公司的比较自动化一点点，所以它时间可能比较长，然后它的服务人员可能也没有中文服务人员，所以你可能就是需要外语能力好一点点。但是如果英文沟通 OK 的话，其实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那 Saint Martin 呢，它其实也算是一个观光景点，因为它原本是一栋历史建筑，然后后来被 LVMH 集团买下来重新整修之后，变成现在2021年开幕的 Saint Martin， 感觉上也是偏名牌比较多一点点。除了地面楼层之外，上面的人潮其实都还蛮少的，所以如果大家注重购物品质的话，还蛮推荐去的。那我个人是没有经历过在 Saint Martin 退税这件事情，但是可以退税的。如果你是纯观光，然后追求快速，语言能力又不好，那就非常的推荐去拉法叶或是旁边的春天百货。这2间百货公司的交通位置也非常的方便，从机场你可以搭 Roxy Bus， 从起点搭到终点，它就直接在 Opera， 然后旁边就是拉法叶跟春天百货。那拉法叶百货当然人潮非常的多，但是它的退税流程啊都非常的顺畅，还会有各个语言的服务，所以你比较不用担心说你完全不知道退税的时候要做什么。然后它也是非常的自动化，所以退税时间也非常的快，就是在机器上面点一点就可以了。那你如果觉得拉法叶人实在是太多了，那就非常建议去春天百货，就在隔壁而已。它的退税机制没有像拉法叶那么的自动化，但是其实也是有中文服务，以便利性、快捷性、系统性来讲，还是拉法叶取胜。那春天百货的话，在我 Winter Sales 第1天去，它是你如果有春天百货的会员的话，有很多店家都是满150欧现抵35欧，所以大家可以注意看看，一开始去就可以办理一下春天的会员，那以后也都可以用这样子。如果是喜欢逛设计师品牌的话，那就推荐去在马黑区的 BHV 这间百货公司。这间百货公司等于是把这些设计师品牌怎么统整在里面，然后价位相对于之前讲的4间百货公司来讲会比较低一点点，小资族是可以负担得起的。如果逛不够的话，可以去附近马黑区的其他店面逛一逛，还蛮推荐的。那退税呢，就是在地面楼层服务台旁边一个小机子，你就去扫你的你的护照，然后 receipt 上面的 barcode 跟输入一些基本资料，就可以直接拿到退税单子了，蛮直观的。然后机子也有中文选项。
好了，介绍完5家百货公司，我们要来介绍巴黎的2家 Outlet。那其中一家是 One Nation， 它非常非常适合年轻跟小资族群，而且尤其是Agnès B的粉丝的话，非常推荐来这间 Outlet， 因为只有这间 Outlet 有 Agnès B。它同时也有拉法叶自己旗下选品品牌的 Outlet。它的退税呢，也跟其他5间百货公司一样，就是你全部买完之后呢，在它1楼就是出入口附近的服务台一起退税，所以还蛮方便的。它也有药妆店，还蛮大间药妆店的 Outlet。如果想要买一些法国的一些药妆品牌的话，来这边也是很值得的。那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交通比较不方便，因为它要搭火车之后转公车，当然走也走得到，但是你买完东西之后，当然不想扛着那些东西走到火车站吧。而且它的公车班次不是非常的多，虽然有停在Outlet 门口，但是还是稍微比较不那么的方便一点点。那另外一间 Outlet 呢，就是大家一定非常熟悉的 Outlet， 叫 The Valley Village， 就是中文翻成峡谷村Outlet。那这边就是集合了基本上所有的名牌都在这边，然后只要是遇到假日人都非常的多。我去了巴黎5次，大概有3次都有去到这间 Outlet。那如果期望能够看到法国像 Dior、Chanel、LV 的 Louis Vuitton 的 Outlet， 可能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这些法国的精品比较不会进 Outlet。但是如果是意大利的精品上，都会可以在 Outlet 可以看到他们，尤其是打折季去的时候，你更可以掏到非常非常多的好物。 Salvatore Ferragamo 可能一双鞋子原本要500欧左右，然后可以打到200。那它交通也非常方便，就是从 Opera 这个站直接到 RER 往迪士尼的方向就可以到这间 Outlet 了。它的退税比较麻烦一点，是一间一间退的，所以就是你买完之后你就得拿护照跟他讲说我要退税。因为观光客多，所以店员也非常的知道是退税流程，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我们的介绍就到这边结束。那这边有一些小tips 给大家，如果呢你还没有换新的台湾护照的话，记得你在巴黎买东西，或是来任何欧洲地方买东西，你退税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跟他确认你的国籍，就是他们所有人都会看到 Republic of China， 就把那个 China 放下去，然后他对于你之后在领盖退税章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。像我之前就遇过，我没有注意到他把我写成 China， 然后当我在退税的时候，那个海关就跟我说你是 Taiwanese 不是 Chinese， 然后就不让我退税了。这就是拿旧护照的困扰问题。那如果是拿新护照的话，可能不会有这个问题。那关于在巴黎退税，其实在机场退税非常容易，就是它都会有指标指说当你去退税，然后它就有机子，你就去扫那个退税单上面的 barcode， 然后扫，它就打勾就可以了。还有一个 tip 就是退税的时候一定不要写现金，一定要退在信用卡，不然的话你还会要缴现金手续费，非常的麻烦。那而且你可能还会去见到海关啊，所以你就直接写信用卡，然后就去扫，你任何人都不用见到，就可以直接之后就等信用卡自己退税。好，那我们总结一下这5间百货公司跟2间 Outlet 的目标对象。首先呢，追求购物品质的话，那建议去 Bon Marché 跟 Saint Martin。那如果是观光客语言能力没有那么好的话呢，就建议去拉法叶跟环痛春天百货。那如果是喜欢设计师品牌潮牌的话，建议去 BHV。不介意不是当季款式，然后再省钱一点的话呢，就建议去 Outlet。年轻小资族群的话，建议去 One Nation。那如果是想要掏名牌的话，就去La Vallée Village。退税而言，除了 La Vallée Village 以外呢，其他都是整个买完之后呢，再到同一个地方退税。拿到退税单子之后，直接在机场去扫那个机子打勾就好了。那一定要显示 credit card 退税。那希望这支影片对于大家在 plan Winter Sales 跟 Summer Sales 还有退税有所帮助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，拜拜。